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线上课程的第11节课程。这一节课程呢，主要会给大家分享一个3分区的分区样式啊，我也称它为是一个万能分区。可以说，通过今天的学习呢，我们可以呢把这个沙龙中所有的这种偏高层次的发型，都可以用到这种方式去完成，非常的简单快速。好，那么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分区。这个分区很关键，你把区分好了，就等于成功一半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两侧开始，我们从前面发际线开始呢，向上2个指位到3个指位，这样大概2、3公分的一个分区宽度。那么根据什么来设定这个宽度呢？根据发量的多与少啊。如果发量很多的人，你可以分的稍微宽一点；发量少的呢，我们分的偏窄一点，这样的分区。然后呢，我们平行它的发际线分到上点的位置。我看一下，我这个分区呢是有一点内弧形的，这样是让你的发前面区域呢尽量是均匀的。如果你分斜向后的，这个退化点高的这个位置就没有发量明显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分一个弧形的分区，分到上面，另一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分区。然后呢，我再从两边开始，两边呢我们找到它的转角点，转角点的位置呢，分斜向后分一个倒三角形的分区。那么后面分到哪里呢？可以看一下，后面分到黄金点到整骨点之间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因为分区的大小和高低非常的重要，它决定了顶区的发量，还决定了它的落点。还有呢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分区要对称。如果你分区不对称，上面最终它的重量也是不对称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个这样的分区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从刘海区开始。那今天会剪一个中分的一个长度，所以我的刘海区呢，我要考虑到今天要剪中长度。所以中分呢，那它既然能分开，是要有一定长度，还有呢，今天的一个最终效果不是特别短的一个发型，偏中发。所以呢，前面我会定在大概到嘴角上的这样的一个长度。好，我先从中间取第一刀。角度呢，我拉至一个垂直的一个状态，底面垂直的状态。好，因为这样呢，我才能去掉它的发量啊，垂直啊。如果你希望它厚一点的话，那你可以垂直剖皮或者更低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垂直绝大程度的去掉这下面的量。好，我的经验呢，大概比这个梳子稍微短2厘米的一个长度，落下来呢就刚好是我要的一个垂角到四点的一个长度。哎，这是第一个发片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发片，其实是一个圆形的一个。现在这个空间呢，如果今天我需要下面长的话，我就多向上带一点；我需要下面少短一点的话，我就跟着它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说它是万能分区？
你可以在这个方法上面根据你想要的一个效果来调整光滑片的高低。是一个比较偏短一点的鬓角啊，然后前面是一个长刘海，同时它是比较薄的状态，因为我的角度是一个去除的角度。好，我可以另一边。到两边呢，我就偏向于直角去除了，因为我今天要剪的效果呢，是要让它有个前短后长，偏明显一点的效果。现在呢，我来检查两侧的对称。那这个对称怎么看呢？一定是你拉法片的高低来决定的。好，这边长一点点。如果长那边一定是你拉的比较高。好，再来检查对称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偏薄一点的一个刘海，加上一个比较轻的一个鬓角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区。那现在呢，为什么说之前呢，我这个分区的宽度决定了你去的量多少呢？如果我的分区再宽一点，一般头发很厚的情况下，我就多宽一点，所以这个区域可以去掉更多的量。好，现在呢，到了后面这个区，我去剪下面。那为什么分这种微型的分区呢？首先，这个分区线呢，它决定了重量的流向。我接下来剪的头，它重量流向是向后走。同时呢，我们从后面看这个微型分区呢，可以让这个后面更收紧，会比圆形的分区更加的收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下面的分区。下面的分区呢，接下来呢会用到一个方形的切口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呢，所有的头发都没有拉法片的方向，原位拉出来，我用前面对应的地方做引导线，对应的地方把它拉到一个垂直的状态啊，继续，然后呢，用它做引导来剪方形，不能平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不需要向前，也不需要向后啊，注意这个细节。继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下面的头发全都拉上来，全都拉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所有的头发全都梳起来了。这样的目的呢，是相当于我在里面去掉了发量，让它看起来更收。在下面呢，保留了它的长度最长。那剪完这个一棒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的长度依然是没有变。这个位置比较平贴。好，另一边，同样的方法，用到前面对应的点做引导线，继续来。
接下来同样把所有的头发全都提上来。在去掉发量的同时，最大化的保留毛线的长度。好，那在这一步骤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分区的作用。现在整个修剪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没有去带发片，没有发片的靠位方向。那我剪的是个方形的切口。那最终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结果呢，它是一个很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条分区线，它既影响了下面，也影响了上面的一个分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底线很长啊。那今天呢，我是需要它要长一点的效果啊，但是呢，发尾会特别的薄，我会把特别虚这一块稍微剪一点。但是真人的话会因人而异。那么接下来会用到一个什么手法？通常如果你这样剪的话，发尾会比较钝，或者你这样切啊点都会比较钝。所以呢，我会用到一个低角度，但是呢，我的切口呢向上低。当然，我就算剪的再多，我也是这样的手法，尽量让它下面呢是一个羽毛状的感觉。可以对中小头呢就把这个毛的边去掉。因为今天我还是需要后面是长一点。低角度，但是你的切口是高角度。这个目的呢是让它下面更轻一点啊，它羽毛状的感觉。所以你做每一步的时候呢，你都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目的，要知道目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这样做，这样你的练习才更有意义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在剪完这个结构之后呢，因为是去除的一个结构，特别是鬓角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发呢，鬓角你既然剪的是高层次，它就会有点不听话，或者是往外跳，或者是它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流畅的一个效果，所以我会在内部做一个去整，这是一个细节啊，也是一个技巧。好，先把头发喷湿，保持湿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去整。从耳上呢，把它分开，这样呢，我向前 C 型梳法，向后，就相当于呢，我把表面的头梳开，把里面头露出来，然后我下刀呢，从耳朵一半的位置开始，剪刀微微动，这样子就相当于把里边这个内线剪掉，耳后呢，一点点，啊，我只剪一点点，目的也是为了让它后面的头发之后更贴一点。从前面开始，我们研究一块，再来做一个 C 型的梳理。之后呢，我继续来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边扫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效果？就是你的鬓角呢，它会有一个往里面走的一个弧形，就算它自然干也不会另一边。好，从耳朵一半的位置开始，剪刀微微动啊，一点点可以。好，再来到
这是一个鬓角呢包的一个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来到头顶这个分区，好，我们把它放下来。到了头顶区呢，我们这个布连接呢就出来了。这布连接呢，就需要我们来设定一个长度。那今天这种方式呢，我们的长度非常好设定。我们从中间取第一束，从中间取一束头发，看一下啊。从中间，我现在取一个垂直的一个发片，然后呢，我拿前面头发拿一束头发出来，放到刘海区，用它做一个引导。我们先用它和下面的刘海做一个重叠。那么接下来这束头发就是我头顶的引导线。看一下，我将头顶拉起来，这束头就是我的引导线啊。记住啊，这里不是用刘海啊，刘海是短的。如果你用刘海的话，头顶就特别短啊。好，用这束头发做你的引导线，继续来剪方形。到了后面这个三角区的部分呢，看一下啊，我稍微走一点点圆形，因为不想让它的落点特别的长。接下来第二个，这个发片的靠位呢靠向上。整个头顶呢方形切口就可以了。到后边呢这个三角分区的位置呢，稍微走一点圆。这样呢，我们让它的这个落点呢再高一点。我都剪方呢，可能会比较特别长落下来。好，把整个顶区剪完。剪完这一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做下来的效果。啊，它是一个完全隐藏的一个不连接，就是说它跟底下的区域呢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，完全融合到一起。好，可以。所以呢，头顶这个区呢，长度设定是根据你要的一个落点的效果。如果今天我头顶剪的比较短，我们担心它落点太高，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方形。永远是根据你的一个想要的效果去调整，这只是一种剪发的方式。那刚刚呢，我两边的带发片方式呢是靠向上一片，靠向上一片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应该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切口，这个左右的空间啊是方形的切口。那方形的切口之后呢，我要看一下它的落点有没有很长。如果它的落点已经超过你的外线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把左右这个空间呢
把主位这个空间呢再磨圆一点。那为什么不刚刚直接去磨呢？还是一样，给我们留更多的一个空间啊。如果你直接磨，有可能会短啊，因长物短，你还可以有一个调整的余地。先剪刀再磨整啊。好，这样的落点呢，下边薄薄的、虚虚的就没有。那整个呢，我们这个法庭的结构剪好了。我们在没吹干之前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比较收的，这来源于我们之前里边的一个反去除。所以呢，最终这个法庭的到处都是不连接，但你是看不到不连接的。好，接下来我吹风。先是左右啊，依然是我剪头都是同样的吹风方法。当然，在这样的长度呢，大家在工作当中也可以用滚束来吹了，因为它已经不算是一个短的头。好，那左右吹，先把它吹的发风干。包括刘海呢，先要左右吹啊，不要把那个头颅吹得太轻。好，等它快干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把它这个自然头颅吹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每片头再顺。公仔头呢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你还是要把它吹顺一些，否则你看不到你剪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刻意吹什么形，只是把你剪的形吹出来就好。所以最终呢，我们在边线的位置呢，我会把它吹的稍微翘一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人他是有肩膀的，所以下面应该是会偏凌乱一点。所以呢，我把它吹的稍微的翘一点，不要让它那么闪。好，OK，好，OK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就是吹干之后的一个效果啊。那么吹干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体就出来了啊，它是一个向后的一个流向，这是分区带来的。虽然我在剪的时候没有向前拉，但是它会有这样的流向，跟我的分区线是一样的。后面这个饱满、前面收紧的一个状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开始做点剪啊。大家看一下，你吹干呢，这个形状就是很稳固的，我只需要做一点点剪就可以。我们看一下，我只要将这个分区呢，头发向上一拨，我的分区它自己就变成所以你只需要还原切口，去做一个精修剪和点剪。然后呢，根据不同的法质，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芽剪去调亮。好，点剪垂直啊，依然是垂直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看一下，通过点剪之后，就会变得更加柔和。不要点太多啊！当你把一个发片点到50%，就等于去掉了长度了，就没有质感。继续后边头发，那我们看到底线已经比较薄了，所以我在点剪的时候呢，我只点里边的这个区块的剪。刘海。
好，继续点剪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再把特别多放入，再来继续做一个点剪。完全是融合在一起。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饱满度啊。那如果你需要它再高一点的时候，那你继续去来往这个。如果你需要再高，我再降低再高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人而异。所以毕竟今天剪的是更长的效果，后边呢我们还是要保留一定的这种重量感。完全没有痕迹的这样一个不连接。好，这一边继续，我将头发向上一拨，我的分区就出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说的，如果你把分区分好了呢，我们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因为这个分区的，如果你分的大小不一样，它出来的重量感也不一样，或者分的形状不一样，驱动的形状也不一样。现在呢，后边继续还原它的切口啊。底线当够薄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避开它，不去点剪啊，只点剪上面。所以通过这节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分区样式，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不连接裁剪分区的重要。这个形状呢，它不仅是我们拉法片带来的，和你的分区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最终呢，我们点剪结束了之后呢，你要去观察，在真人上也是一样的，哪里需要去一些量呢？如果头发多呢，我们稍微的适当的用牙剪，或者用你习惯的调料方式都可以去一些量，这就因人而异了。通常呢，因为剪的都是高层次啊，头发不会特别厚。对于这个公仔头来讲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鬓角的扎发呢是扎的比较密集的啊。还有这个位置我的角度呢没有很高，所以它是有一点厚的。所以呢，在鬓角位置呢，由于我的下发量非常小的牙剪，一一的去容量，让它和前后的质感呢互相接近一点，然后刘海区很适当的因人而异。
选择比较区。点周围的头发让它应该是通透。通过这样的方法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剪出很多很多的结子。好，继续，我把它吹一下，擦一点上去。依然是我们的发蜡加精油。但是同样，最终这个发型呢都是剪出来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再把它梳回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形体。下面呢，我希望它乱一点。真人有肩膀的话，它一定不是那么顺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头顶这个分区呢，布置了顶区的一个层次感，还有这种饱满度。下面去掉亮，包括这个鬓角呢，我们应该也看到过这一种印象。这种剪法呢，它有很多种可能性啊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长度啊，不同的刘海，不同的长度前后长短的比例啊，它的可能性非常多，所以呢，我们称为这个三分区呢为一个万能分区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结果啊。那同样的剪法啊，还有分区，我们可以调整不同的长度。如果觉得底线要短一点、厚一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切一条外线啊，包括这里也可以调整。那第一是可以调整长度给你带来的变化，还有呢，你可以调整每个发片的角度，也可以给你带来变化。所以这样的裁剪方式呢，它是极具启发性的啊，是有很多很多可能性的。